我觉得 Robotaxi 技术从技术的角度上一定会成熟的，我觉得这没问题。如果 Robotaxi 都解决不了，别谈什么人工智能了啊！我们认为智能驾驶的价值就是解放精力、减少事故，未来就会执着于做这件事情。我们不认为，Robotaxi 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一个技术和一个商业的模式啊，我们非常这个认可现在的这些专车司机给社会带来的贡献，是解放精力、减少事故。这个观点单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就这么提啊，不是今天才这么提。那我们认为解放精力、减少事故是智能驾驶的真正的社会价值的创造。所以现在我们搞端到端啊，今天超平也讲，我们搞端到端，我们先看这个端到端在提升安全方面现在能做什么。所以我们先把提升安全这件事情先把它做了啊，我们先把这个基于端到端的 AEB， 我们先把它做了，我们看到它显著的提升性能，已经上车了，是吧？用户这个就更新了，其实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，其实它的安全能力，车的安全能力已经提升了很多。所以我们要很真实的去看这个价值创造。我觉得智能驾驶的价值不是为了把今天那么辛苦的一些专车司机啊、出租车司机啊，就把他们的工作都搞没了。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一点都不激动人心啊！就是其实智能驾驶的真正的价值还是把事故要减少，对吧？把车上开车的时候的精力能解放出来一些。什么叫把精力解放出来？也不要那么累啊，就变得更安全。就像如果我现在，比如说我上次150那个150度电直播的时候，1000公里直播的时候，其实头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少，但是我就不去具体说睡得有多少。但我第二天为什么感觉还可以呢？大家觉得我状态不错呢？那真的是真的是智能驾驶帮了我很大的忙。就是我的那个智能驾驶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啊。这个所以沈飞呢，他就没懂这个东西，他头天晚上睡得好啊。所以解放精力、减少事故是智能驾驶的意义，但是可以量化的，它真的能够，就像我们提智能驾驶，我们提安全目标，我们说明年我们要让它比人车共驾比人家要安全10倍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中国一年因为交通事故要去世6万人。其实坐车什么都好，只有一件事情不好，就是事故是无法避免的。大部分时候跟车可能没什么关系，绝大部分时候跟车没有关系，但是可能是因为交通的别的参与者。所以怎么通过技术让车变得更安全，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不遗余力、全力以赴的。我为什么非要去抢这个专车司机的生意呢？是吧？我觉得这个不值得鼓舞人心啊，真的不值得鼓舞人心。还有，我们再回到一件事情上来讲，我也不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个大生意。大家如果去看我在交通共享方面，我是有发言权的，我不是没有发言权。这个对吧？摩拜单车大家都知道，然后后来卖给美团了，现在它也很赚钱啊，也很方便。所以为什么它解决了1公里就从地铁站到家，从地铁站到办公室啊，这种2-3公里、1-2公里这样的一个出行的一个好的给它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它是有意义的。那这挺好啊。但是大家我还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也是这个滴答拼车的这个投资人，因为滴答拼车它有道理的。就是我上下班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就是从浦东，我们未来的同事都去这个潮科技园区，都去安亭园区。那我上班的时候带个同事或者带个隔壁公司的同事，隔壁公司的这个朋友，如果没有一个平台呢，你去结算费用嘛，有点尬。说这个你说哎呀，我给你2块钱，给你10块钱，给你20块钱，有点尬啊。咱中国是人情社会，但有个平台呢好一点啊，这个至少隔了一层。它有意义，所以你看滴答拼车，它每一天，其实一个司机的就当天的 active 司机一天只有1.1单，什么意思？它就真的就是顺风车，真的拼车，它不是打着顺风车那个
这个外衣的快车，它不是，它那你这个很有价值啊。所以我们回到交通，它是个社会的问题，它从来不是单独的一个技术问题。好，那你觉得如果这个 Robotaxi 技术，我觉得 Robotaxi 技术从技术的角度上一定会成熟的。我觉得这没问题。如果 Robotaxi 都解决不了，别谈什么人工智能了啊，它肯定会成熟的，早晚都会成熟的。但是它真的就一定是一个可持续的生意吗？不是，想多了。为什么想多了呀？好，晚上我们有100万辆未来，晚上都具备了这个拉活的能力。你到大街上去闲逛，大家都去睡觉啊，没活可干，没活干。好，上下班的时候我自己要用啊。好，上下班的时候如果是用什么有第三方的，不是自己用，那好，上海每天有400万人、500万人开自己的车上下班。那你要用 Robotaxi 来满足我上班需求，你是不是一天也有400-500万辆 Robotaxi 啊？是不是？那你这400-500万辆，那你平时怎么办？你一天不就只有2单吗？你2单和你自己买车的价格不是一样的？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经济账。那好，那我现在产能过剩了，我产一堆 Robotaxi， 我把上海塞满了，你觉得政府会干吗？当年摩拜 OFO 他们打架的时候，我就特别不愿意看到大家都在大街上偷车。我有一天晚上11点多和我老婆，我们俩把北京国贸周边的这个几条街的车啊都给它理顺了。为什么？这个太过分了。这个为了这个大家抢生意，不考虑社会的真实情况去做过度的投入，但是车都成了炮灰车，是不是？那如果好。我们不去加限制，那我马路上是不是都被车塞满了？这今天我不需要，我产了一辆车出来卖掉，行，接活去吧，不就10几万、20万块钱吗？接活去，那你觉得都能挣钱吗？那政府难道不给牌照吗？那政府一给牌照，那这不就总量控制吗？总量控制那不叫合规吗？要合规，那上海有限的容量就只有十几万台。才能平衡用户需求和这个马路的交通状况。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啊，马路从来不是因为车多，是因为同时跑的车多，懂那意思了吧？马路从来不是说，我如果上海有1000万辆车，1000万辆车都在家里待着，它马路是空的，啊，大家有过这样的记忆，是不是？这个如果是我所有的车都在马路上跑。那你立刻就变成停车场，对吧？所以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？ Robotaxi 也不能解决交通的量的问题，所以到最后，一座城市能容纳的运营车辆的数量，不管它是有人开还是没人开，它是有一定的量的。这量使得 Robotaxi 从来就不会成为一个像软件、云服务那样没有边界的扩展的一个生意。醒醒吧，好吧，跟大家讲明白了吧？是不是？所以搞出行也不是白搞的啊。我们还是回到未来创新科技，又被海家搞歪头了。对，回到未来创新科技日啊，我们认为智能驾驶的价值就是解放精力，减少事故，未来就会执着于做这件事情。我们不认为。Robotaxi 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一个技术和一个商业的模式啊，我们非常这个认可现在的这些专车司机给社会带来的贡献，而且社会也应该给他们合理的这个回报啊。我觉得技术应该用在改善这个车的这个使用体验，所以买车给你配一个兼职的司机，啊，我认为这个是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去追求的。减少事故也是值得我们全力以赴追求。今天这个说的特别好。